神秘的404城官方最高机密真的存在吗？大家好，404这个数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在网络上，如果你要看到404，就代表这个网站是找不到或者是错误的信息。但是中国居然有这么一座城市，无论你在纸质或者是电子地图上，甚至车牌和区号，网购送达地区怎么都找不到这座城市。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404城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老规矩，想和我一起从零基础学习易经吗？看完这个视频，来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课程和笔记。404城是一个地级市的代号，只有代号，它没有名称。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存在了，位于荒漠之中。直到后来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城市的存在，并且都争着抢着去寻找这个城市的入口。如果你要是想到达这里，你甚至只可能搭坐最古老的绿皮火车，然后到达一个叫做的小站下车，这里便是404城隐蔽的入口。这座城市从最外围算起来也就只有4平方公里，而人们生活的区域呢，绝对不会超过2平方公里。核心生活的区域也只有1平方公里，而这个核心生活最繁荣的时候，它容纳了5万人。但是在这个城市没有不刮风的天，汽车的玻璃都被风沙给打爆了，风沙大了，这里的人只能戴着安全帽出门，因为直径3-4厘米左右的石头能刮得满天飞起来，像枪林弹雨一样。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这座城市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有银行，有邮局，有电视台，有报社，甚至还有戒毒所、看守所。这样不起眼的一个小城镇，却住着中国最伟大的科研基地。因为在这里，中国建成了第一个核反应实验队，这里是中国原子弹的一个重要机构。从1959年开始，中国就把国家顶尖的人才都送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举全国之力造出原子弹。在这个城市里，一共生活了3代人，而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叫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直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个事件不仅仅代表着我们中国科学技术的新水平，同时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了，我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这与其背后默默贡献的这座地图都找不到的404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在这个城市生长并且对这个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他们也逐渐离开了这座城市，然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而只能保持高度的秩序化，慢慢的沉寂，因为他们永远要留住国家的秘密。在评论区留下无私奉献4个字，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来看这张图，这是人类发现史前遗迹的壁画，并且在很遥远的17000年前。17000年前，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的史前文明隐藏着巨大的谜团。还是老规矩，想从零基础开始学习易经玄学的，看完视频来我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课程和笔记，和我一起参加学习。当大家认为苏美尔人是最早人类文明的时候，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时间暂且回到1940年9月12日，在法国的多尔多，一个少年正在和他的爱犬玩耍，他的狗突然进到一个山洞里。这个少年便找来了3个朋友进入了这个山洞。一开始还以为是找到了通往传说中的克拉斯庄园的密道，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史前的遗迹，因为这个洞穴中有大大小小600多幅不同的壁画。后来根据碳14测定，这些壁画居然来自17000多年前，且大多数都是有比较典型的动物，比如牛、马，还有鹿，还有羊和熊。不仅刻画的十分生动，还把1万多年前平原上游荡的巨牛的形象刻画的也是惟妙惟肖。后来专家在壁画中还发现，这个公牛图上居然还有6个星团，和我们发现的昴星星团非常的相似。昴星团是什么呢？在现代的科技世界里昴星团正是金牛座天区中一个明亮的星团。而这个来自于17000年前的壁画，竟然和今天科技所看到金牛座的形体外观极其的相似。还有绘制于这个洞穴左侧的独角兽，也被认为是今天的摩羯座，有着很大的关联。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我们的史前文明非常的丰富，并且在很久远时期的古人类就已经对天体研究得很透彻了。近年来，我们的考古专家发现了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墓葬，里面竟然出土了让大家非常惊讶的东西。当然了，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一个长臂猿。老规矩，喜欢风水玄学的识人术可以来我的主页粉丝群领取资料，可以参加免费的学习。下面我们聊夏太后的墓。当时世界的顶尖科技奇观杂志科学专门出了一期就讲这件事。那么科学杂志为什么要登这个呢？首先我们要讲，在人的墓里找到长臂猿，这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这也没有资格上科学的，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全世界都没有这种长臂猿。
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品种，所以科学觉得它太奇怪了。其实在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这么完整的长臂猿的骨骸，我们一般所见到的都是一点牙齿和碎骨，但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墓里面能找到这么完整的一具长臂猿的骨骸。然后科学家用这个奇怪的长臂猿的骨骸和我们国家目前所有的一共6种长臂猿的品种进行了对比，发现它居然不属于这6种之内。那么就有一种可能，它已经灭绝了，因为我们国家目前这6种里面的2种白掌长臂猿和白颊长臂猿就已经灭绝了。但就算是灭绝了，也应该有历史记载资料的，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于是就找到了伦敦动物研究院的专家来请他们帮忙查找，对比一下全世界范围之内存在过所有数百种的长臂猿的品种里有没有这种长臂猿。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他们根本都没有见过这个品种。专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品种已经灭绝了，或者说这个长臂猿品种是凭空出现的，又不明的消失了。但最后还有一个疑问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目前看来世界仅此一只的长臂猿为什么会出现在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墓中呢？而这个夏太后也就是秦始皇的祖母，她的墓本身就很奇怪，因为她生前是妾，她的丈夫去世的时候那个墓她进不去，那个墓是她的丈夫和正室在里面，后来她的儿子庄襄王比她去世的还早，最后他在秦始皇登基7年，也就是秦始皇20岁的时候才离开这个人世，当时就给他单独弄了这样一个墓，所以他的墓才发现的这么晚。而且这个墓要建的时候，天上的彗星就一直在出现。他当时还和秦始皇说，我向东就能看到我儿子的墓，向西就能看到我丈夫的墓，我这个墓是个风水宝地，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城市。他这个2000多年前的预言，我们现在看来确实是真的应验了。上古时期有着一群神秘的人，他们胸口有一个洞贯穿前后，却能安然无恙的生活着。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看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山海经》海外南境中就有一个国家叫做冠胸国，那里的人胸前都有一个大洞，并且他们的风俗更加的奇特。地位崇高的人不穿上衣，用竹子或者是用木棍子穿过胸口的大洞，然后让地位低微的人抬着他们走路。还是老规矩，想和我从基础开始学习易经的，看完视频在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的课程和笔记。为了探索冠胸国的真相，我们从一本古籍《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中找到了线索。书中记载，冠胸国乃防风二臣，细雨平天下，曾召集天下诸侯来会稽山开会。然后防风氏的头领迟迟未到，大禹非常的生气，命令属下斩杀了防风氏。后来洪水平息，大禹乘坐龙船出游，经过南方的时候，防风氏的后裔想为祖先报仇，准备杀掉路过的大禹，然后雷声大作，二龙驾车飞腾而去。防风氏的后裔知道自己已经败露了，便拿下刺刀刺向了自己的心脏。大禹看其忠诚可嘉，令人将不死草塞进二者胸前的洞中，使他们死而复生。但是他们的胸口的洞却没有完全的愈合，等到后来呢，他们的子孙便是冠胸国的子民。从而看出这个神秘的上古民族最初的记载是在我们华夏的上古奇书《山海经》里。冠胸国的出处就是防风氏的后裔。那么大禹所用的不死草到底是什么呢？在上古时期真的有这个东西吗？秦始皇一直寻找的不死草也是它吗？